很多人想要投资股票，却不知道要买哪一只好；想要学习投资股票，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而你是不是其中之一呢？嗨，大家好，我是熬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今天我将根据自己的经验，整理了一些股票投资的贴士，来和你分享从新手到老手的7步投资法。1. 你能亏钱吗？在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股票，你的资产很有可能会翻倍，但也有可能会翻车。你是不是能够接受亏损的可能性？假设今天投资亏了钱，你是不是还能够保持以往的平常心？是否还能够继续理性的过生活，该干嘛干嘛，不影响工作？有些人是连一点点的亏损都无法承受的，就算进行几百美元的小额投资，只要股票价格稍微的下跌，亏损了10、20美元，他就会变得寝食难安，不只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作息，甚至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工作。在上一个解说经济危机投资的影片就有提到，就算是一个好的标的，当股市大跌的时候，回撤下跌个 50% 是绝对有可能的。所以在还没有进入股市投资之前，先问一问自己，我能不能承受 50% 的亏损？以我目前的生活状况和收入水平来看，我可以承受最高的亏损金额是多少？当到了这个门槛之后，就不要再盲目追加了，不然就会越陷越深。而有些人就是因为亏损过多，就一直想要赢回本钱，就到处借钱去下注，最终闹得倾家荡产，甚至还会跑去自杀跳楼，酿成悲剧。这边我也建议大家在投资前必须要达到这2个条件才入场。1. 紧急筹备金，筹足半年的生活费作为紧急筹备金，多出来的钱才拿去投资。2. 保险，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保险，比如基本的人寿和医药保险。当你拥有了这2项投资前提，并且也知道自己的风险承担水平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安心的进入下一步了。2. 搞懂游戏规则。不管是做什么事情，我们都需要了解一下基础才能够行动。想要学习英文，你就要先了解 ABC 和基础的文法，才能够慢慢的造句写文章。想要学打羽毛球，你就要了解基本的用品、场地、规则等等，才能够享受一场精彩的游戏。同理，如果你想要学习投资股票，从中获利的话，那就要先了解基本的股票投资知识。首先，什么是股票？股票投资怎样赚钱？怎样进行交易？什么是 market order？ 什么是 limit order？ 怎样估值股票？什么是价值股？什么是成长股？什么是股息股？当你在开始投资之前，这些基础都是必须要了解到的，因为这样你才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要卖。那关于股票投资的知识，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我这一支免费的教学影片，里面就会有详细的解释。看完之后，保证你能够清楚的明白股票投资是什么一回事。3. 你是哪一种类型的投资者？投资的方法和策略有很多种，你不可能每一种都去尝试，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和习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大致上，投资者类型可分为4种。首先，超级长期投资者，就像是巴菲特一样，买了股票之后就会放着让它自己增值，这一放可能就是10年，甚至是好几十年。那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一生只需要购买几只股票而已，适合投资被时间验证长青的公司，比如可口可乐、麦当劳、3M公司等等，这些近100年的企业都是被历史验证过的好公司。第二，长期投资者，一般持股3到5年的时间，他们通常会研究一家公司的未来几年的前景，再决定要不要买入这一只股票。而我就是属于这一种，喜欢研究新兴企业和世界的变化，体验不同的产品，顺便就来投资自己看好的企业。第三，短期投资者，一般持股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他们通常会在一家公司发布季度财报的时候买卖手头上的股票，适合对市场变化特别敏感的人。最后，日内交易者，他们的持股时间更加的短，通常是在1天甚至是1个月之间。他们在股市上非常的活跃，交易次数也是比其他类型的投资者来得更加的多，获利频率就会更加的高，但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在里面，比较适合无业游民，又或者是把交易当作是主业的朋友。那看完了这4种投资类型之后，你觉得自己的性格和习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人呢？以我好业本身为例，那我就是属于那种长期投资者的类型。在投资的时候，我通常会专注在一家公司未来3到5年的发展前景，所以如果股票在我刚买入了几天或是几个星期后出现下滑的情况，我也不会有太多的感觉，因为我更关注的是股票的长期成长，短期内的下滑我根本就不会在意。当你决定好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投资者之后，那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步了。
4. 从熟悉的开始。彼得林区就曾经讲过一句名言 Know what you own and know why you own it， 意思是你要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以及你为什么拥有它。这听起来很简单，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少之又少。彼得认为你应该要能够在2分钟或是更短的时间内向一个12岁的小孩解释你购买这只股票的原因。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又或者是你购买股票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它的价格可能会上涨，那么你就不应该持有这一只股票。所以在这里的建议是，你可以从自己熟悉的行业入手，因为在你熟悉的领域当中，你会比起别人有更多一点的优势。假设你在连锁餐厅上班，那么自然的比起普通大众，你就会更加了解其中的营运模式，它的供应商是谁，顾客有谁，它是怎样获利的，竞争对手的状况等等。那么麦当劳、星巴克、可乐等等的企业就更加值得你入手研究。如果你本身对于科技很着迷，特别喜欢3C的产品的，那么就可以专注在游戏类的公司、手机制造商，又或者是软件开发商等等。而如果你经常旅游体验生活，那么可能航空公司、酒店、红酒、食物等等的股票会更加的适合你。股票投资就像是谈恋爱一样，需要了解熟悉了对方之后才决定要交往，而如果乱乱约炮的话，很容易的就会被仙人跳。第5，投资有护城河的公司。指的就是一家公司拥有其他竞争对手、同行难以模仿甚至是超越的竞争优势，那么这一类的公司就会更加具有投资价值。美国星辰公司的 Pedosi 指出，护城河可分为5种。1. 无形资产，比如品牌、专利以及法规特许经营权等等，这些资产的价值往往取决于未来能够创造的收益。以品牌来说，消费者会更加愿意支付高的价格来消费，比如定价偏高的星巴克咖啡就受到了年轻人的青睐，苹果手机即使涨价了，还是会有很多的果粉来买单。2. 转换成本，当顾客对产品的黏着度高，已经习惯了使用某一项产品的时候，如果想要换下一个产品使用的话，那么他就需要付出一些成本，像是额外的支出、习惯的改变、重新学习的时间等等。比如苹果产品的生态圈、LB 的软件生态圈，以及 YouTube 上的 YouTuber 等等。3. 网络效应，举个例子来说，当身边有越来越多人使用 Facebook 或是 Costco 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形成一种群聚效应，好像不加入使用就落伍了，因此也吸引了周遭更多的人纷纷加入。4. 成本优势，如果一家公司的生产成本比竞争对手更低，自然的它就能够创造更多的利润。比如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就非常专注在节约开支，在采购环节，它会以大量采购的方式降低成本，运输部分也随着店家数量的增加而建立起自家的物流配送系统，正是这些省下的成本就造就了它在零售业领导的地位。5. 有效规模，当一家或是少数几家企业占有某个市场时，就会形成类似垄断的现象，让其他想要加入的同业竞争者难以进入市场，因为他们不但要付出较高的成本，相对的潜在利润也会比较低。比如亚马逊、特斯拉就有这样的优势。拥有经济护城河的企业，长期来看更具有竞争优势，是股价持续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第6步，做足功课。当你开始投资的时候，可以先从一些大公司入手，比如谷歌、亚马逊或是苹果等等的，可以使用 MicroTrend， 里面的资料非常的完整，很清晰的就可以看到公司的增长曲线。了解一下谷歌的代码是什么，滑下来看一看基本资料，了解一下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这边就可以看到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生意的。再来就点击 Finance， 看一看它的损益表，了解公司目前到底有没有在赚钱，总收益是多少，公司又把钱花在了哪里，净收益又是多少。最好这家公司的总收益和净收益每年都有持续的在增长。滑去图表这边就可以看到趋势图了。再来看看它的资产负债表，看看目前手头上的现金有多少，是不是有高过长期的负债和短期的负债。如果是的话，就表示着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非常的健康，就算短期内公司出现了什么问题，突然赚不到钱，那么这家公司也不会倒闭，因为手头上的现金足以还清这些负债。所以投资像这样的公司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安全，新手最好就是从这些公司开始入手。研究了几家世界顶尖的大公司，像是谷歌、亚马逊、脸书、可口可乐或是苹果等等之后，
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步骤。7. 从一开始，熟悉投资。当你从自己擅长的领域下手，研究了好几家大公司之后，现在你就可以选择一家你最喜欢、最看好的公司，开始入手投资。在这一步，你要做的就是设立一个投资账户来进行投资。那如果你还没有自信的话，也可以先开一个虚拟账户来进行模拟投资，练习怎样进行股票交易。比如富途某某投资平台就有提供虚拟交易账户，提供给你10万美金的虚拟资金，好让你在模拟的真实股票市场当中体验股票投资，积累经验。不过再怎么进行模拟交易，它的感觉跟投入真钱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虚拟投资只能够提供给你一定程度的协助，一定要实际感受市场的波动，投入小额资金去验证理论，你才能够有更加深刻的体会，知道哪一些方法是有用的，哪一些是没有，而哪一些方法又更加的适合自己。投入小额的资金，比如200到500美金左右，买入你的第一支股票，可以参考从大蓝筹股下手，比如谷歌、微软、苹果等等的比较出名稳定的股票。在过去10年，这些大蓝筹的回报表现一直都是好过标普500的，所以相对来说，投资这些股票获利的机会就会更加的高。不过你要记着，千万别急着购买其他更多的股票，我们一定要先从一开始，慢慢的感受市场的变化，等到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实力之后，再来增加金额和持仓。如果大家对于券商的选择毫无头绪的话，这边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我自己本身有在用、功能非常齐全的券商富途某某。富途是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旗下也有持有40多张的金融牌照，美国的、香港的和新加坡的都有，是在地非常合规的券商，所以投资者在投资这3大市场都有相应的保障。就比如在美股市场的 SIPC 牌照，就会自动保障每位顾客最高50万美金。之前我就用了它的平台来做实测，免费的获得1股苹果和未来的股票。还有一个它比较好的地方就是里面所提供的牛牛课堂收录了丰富的操作和投资教学，对于新手非常的友好。而如果你自己本身对于投资没有信心，那又想要投资赚钱的话，也可以考虑看看他们平台上架的一些投资基金哦。在入金方面，用 Wise 就可以省下一大笔的汇率，是目前手续费最低的入金方式。那我也把相关的操作教学笔记放在简介处那边，你只要跟着操作就会成功了。而关于出金方面，我自己下海测试过了，出金500美元到自己的银行上面，大概2天就会到账了。那扣除手续费和汇率之后，基本上每次出金都要一个50美金左右，算是有点高啦。所以呢，等到比较多钱的时候才一次过出金才会比较优惠。那如果你在新加坡、香港或是美国有账户的话，就可以省下这一笔费用了。而我自己本身就用马来西亚的 CIMB 开通了一个 CIMB SG， 也就是新加坡的 CIMB 的银行账户，所以刚刚提到的出金费用也就省了下来。平台稳定有保障，出入金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那如果现在用我的链接来加入的话，不只会有股票送，还可以获得每股交易终身免用的优惠，平台费也免费长达1年的时间。当然这个优惠活动是有期限的，大家可以到简介处那边去查看详情。做影片每周提供干货内容也不容易，那如果你用我的链接来加入的话，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我可以得到好友奖励的邀请礼包，你也可以得到刚提到的股票赠送、每股终身免用和其他的福利等等，对我们双方都是共赢的。那开好户头之后，接下来我们再送大家最后一个 bonus 步骤。第8，逐步上手，持续追踪。在3到6个月的时间内，继续的做功课，研究更多的公司，查阅他们的财务报表，关注他们的新闻消息。在这段期间内，不要加额投入其他的股票，而是看看自己投入的第一支股票，它的状况是怎样的。当初你所买的股票是不是升了，是不是让你赚钱了？这样是为了评估一下你所做的决定是不是对的。而如果这支股票跌了一点点，也不代表你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特别是当你以长期投资的策略来投资的时候，如果这只股票3个月后下滑了一些，并不代表你所做的决定是错误的，因为你买的是这家公司3到5年的前景，现在的下滑并不代表3到5年之后还是会这样嘛。这时候你就要回到公司的基础上面去，看一看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变得怎么样了，总收益和净收益是不是还有在增长，现金和负债的情况又变得怎样了。如果一切都还朝着正向的方面去发展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而当你觉得自己不管是亏钱还是赚钱，都能够很理性的去学习，愿意花时间去做功课，去物色出更好的股票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投入更多的钱去做下一个投资决定了。可以买入另外一个股票，又或者是对之前的股票进行再投资，如果你觉得它还是很有潜力的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资产在这个账户里面。到了第2年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看一看自己的投资回报率了，就会知道自己是不是对投资上手了。如果所投资的股票亏损的比赚钱的还要多的话，那就证明你做的功课还不够多。这时候你就应该停下来，回去好好的检视一下那些亏损的股票。如果投资的表现还不错，所买的股票大部分都是盈利的话，就证明你对投资股票已经上手了，练就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投资策略。这时候你就可以投入大量的金钱进去，让你的钱持续的为你赚钱。好了，就是今天好友大家分享的从0到1新手如何买入第一支股票的影片。只要你遵循这8步投资贴士，一步一步来，我相信慢慢的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理性又成功的投资者。谢谢大家观赏，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就请你订阅好业的频道，点赞和分享，启发更多的人。那如果不喜欢的话，那我再想想看怎样吧。对了，也别忘了点击下方的小铃铛，以在影片更新时第一时间获取通知哦。我们下一集再见。